浪琴老板误将赵丽颖照片标签为刘亦菲，引发粉丝争执。娱乐圈的纷争似乎永无止境。果不其然，就在前2天，浪琴的老板再次成功的在娱乐圈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波。7月2日，浪琴的老板在分享与赵丽颖的合影时，却意外的将话题标签错用了刘亦菲的名字。这一疏忽导致2家粉丝重新爆发争端，他们执意要在咖位和演技的高低上分出胜负。刘亦菲的粉丝嘲讽赵丽颖是乡下人。赵丽颖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她堪称娱乐圈名副其实的逆袭之王。希望大家能多给予她一些善意。从中专辍学打工起步，到如今身价数十亿，这一路上并非一帆风顺。1987年出生的赵丽颖与1985年出生的其他花旦并不属于同一个圈层，因为她并非一开始就活跃在娱乐圈中。赵丽颖中专毕业后，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不得不外出打工。当时，她尚未预料到未来自己将在影视圈闯出一片天地。那时，由于家庭原因，正在学习空乘专业的她只能选择在家附近做管道防腐销售代表。在这一过程中，颖宝展现了她出色的才能。她真是一行行，行行行，具备出色能力的她，即使是简单的销售工作也做得顺风顺水。然而，胸怀大志的赵丽颖并没有因此停下变得更优秀的步伐。颖宝一直渴望闯出一番成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那份高薪的销售工作，决心在这广阔的世界中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此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有一张绝美的面容。一直以来，他凭借才干立足，早已忽略了自己的颜值优势。他善于抓住机会，开始积极参与各种规模的演出，无论报酬如何，都去尝试各种角色。最终，他在06年的雅虎搜星比赛中脱颖而出。凭借卓越的实力和出众的外在条件，颖宝从全国各地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他原以为这次的表现已经让他进入了演艺圈的大门，然而他的冠军头衔并未得到重视，比赛结束后很快就被遗忘了。不甘平凡的赵丽颖怎么能忍心让自己拼命争取到的机会从指尖溜走？于是，他开始从演艺圈的底层一步步打拼。从一开始一句话都没有的尸体，到后来的路人甲有了一句台词，最终他的台词逐渐增多。离他大红大紫还有7年之遥，很难想象这7年他是如何度过的。然而，凭借满腔热情和对梦想的坚定信念，他最终坚韧不拔地赢得了观众的认可。随后，颖宝凭借《晴儿格格》一脚走红。他的出身虽平凡，但他的拼劲十足，因而吸引了更多优秀导演和编剧的关注。7年的跑龙套经历使赵丽颖的演技愈发精湛，正因这段磨砺，她在后来接到重要角色时，才能真正展现出非凡的光彩。到如今，我们的颖宝早已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级女明星。然而，正因为她如此炙手可热，常常有人出于嫉妒，对她百般挑剔。这些人不过是见不得别人好罢了。这次刘亦菲和赵丽颖的粉丝之间的大战，无疑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因嫉妒这2位明星的卓越表现而故意引发的纠纷。刘亦菲躺着也被无端抨击，在某平台遭遇无差别攻击。神仙姐姐的新剧《玫瑰的故事》最近频繁登上热搜，人红是非多，果然如此。这部剧在未播出时就已经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开播至今即将结束，但热度依然不减。而由神仙姐姐扮演的女主角黄逸梅，彻底打破了国内爱情剧的传统框架。她的爱情故事不是静静等待的结果，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和获得的。在这部剧中，黄逸梅如玫瑰般美丽，看似注定要等待霸道总裁的呵护，然而她却展现了独立自强的魅力。在一书的原著中，她并非商品，绝不等待男人来挑选。她爱时全情投入，退时无声无息。
17岁的黄一梅能够义无反顾地爱上已有未婚妻的庄国栋，同样也能在感情受挫时果断离开。在第二段故事中，方协文的婚姻展示了一个男人从深爱到淡漠的转变。为了女儿，他处处忍让，但同时也在冷静思考如何进退。当时机成熟时，他决然结束了这段婚姻。当玫瑰宣告终结时，他与方协文都不会再有任何回头的可能。在与艺术家傅家明的情感经历中，30岁的玫瑰首次邂逅了她的真正灵魂伴侣。即使得知傅家明的生命仅剩几个月，她仍义无反顾地选择追随自己的内心，勇敢地追求这段感情。真心相爱的两人始终无法长久相伴，最终种种爱的言语汇聚成一条河流，在玫瑰的泪水中为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在逐渐走出傅家明去世带来的悲痛后，玫瑰遇见了充满阳光的荷西。她并不在意年龄的差距，也不担心荷西会因自己年老色衰而离开她。她决定顺其自然，随心而行。玫瑰的决定权在于她自己，无论她爱上谁，都是她的选择。玫瑰从来不是任人挑选的对象。这部剧巧妙地将男性和女性的猎人与猎物的角色进行了互换。玫瑰的故事通过新颖的剧情向观众展示了悲惨与幸福并存的情感体验。神仙姐姐的容颜似乎永不老去。在这部剧中，她饰演的玫瑰在20岁时充满青春活力，而到了40岁仍然成熟优压，毫无老态。玫瑰的故事的大火也证明了神仙姐姐精湛的演技。这部剧也赢得了网友们的高度评价，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希望这些观点能为读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发展。无论是刘亦菲还是赵丽颖，她们都是85后极为出色的女演员，且目前均为顶流女星。不过，刘亦菲主要活跃在国际舞台，而赵丽颖则在国内更具影响力。两人在各自领域都堪称杰出，然而由于浪琴总裁错误标注标签引发的误会，两方粉丝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粉丝们应当在网络上遵守法律法规，以合理的方式为自己的演员发声。无谓的争吵不仅无益，反而会让演员陷入舆论的漩涡，影响其发展前景。近期，浪琴老板误将赵丽颖的照片标签为刘亦菲，引发了两位明星粉丝之间的争执。这一事件不仅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给两位演员的形象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在此，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呼吁大家能够冷静、理智地对待此类事件，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以合理的方式为自己喜爱的明星发声。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无论是赵丽颖还是刘亦菲，他们都是在娱乐圈中通过自身努力和才华赢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每一位演员的成功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水和努力，他们值得我们每一位粉丝的尊重和支持。因此，在面对误会和争议时，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处理，而不是通过争吵和攻击来表达我们的不满。其次，网络是一个公共平台，每个人的言行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我们应该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上网，不发布不实信息，不进行人身攻击。只有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中，演员们才能够更好的发展，粉丝们也能够享受到更多优质的作品。对于此次事件，我们希望粉丝们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浪琴老板的误操作并非故意，而是一场意外。我们应当给予对方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和谩骂。理智、宽容地处理问题，才能真正展现出我们作为粉丝的素质和风度。另外，我们也要明白，演员们的事业发展需要的是正面的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因为粉丝之间的争执而被卷入舆论的漩涡。这不仅会对他们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应当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的偶像，关注他们的作品，参与正面的讨论，
为他们的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我们呼吁所有粉丝朋友们，在支持自己喜爱的演员时，要保持理性和冷静。遇到争议时，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坚决抵制网络暴力和不良行为。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网络环境会变得更加和谐，演员们也能够更加安心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总之，粉丝们应当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此次事件，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上网，以实际行动支持赵丽颖和刘亦菲的事业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环境，为我们喜爱的演员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陈可辛点赞一内涵赵丽颖杨幂，酱园弄还没上，场外比剧情精彩。在中国电影产业中，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常常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尤其当涉及到高调的电影项目和明星演员时，这种关注度更是倍增。最近，导演陈可辛的行为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陈可辛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条夸赞刘亦菲的动态，而这条动态不仅赞美了刘亦菲的演技和职业操守，还对赵丽颖和杨幂进行了负面评价。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起点是陈可辛在社交平台上对一条夸赞刘亦菲的动态进行了点赞。尽管陈可辛很快将这一点赞删除，但这一行为还是引发了不小的风波。该动态中不仅称赞了刘亦菲不阿谀奉承大导演，还特别指出了赵丽颖和杨幂为了获得导演青睐而甘愿做配角的情况。动态中还提到，杨幂曾为章子怡的角色做配角，似乎是为了获得陈可辛的认同。此举引发的讨论和争议有几个层面。这一点赞行为被解读为陈可辛对刘亦菲的支持，同时也是对赵丽颖和杨幂的不满或批评。这种公开的支持和批评，在电影行业，尤其是在公众人物之间，通常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电影《酱园弄》是陈可辛执导的一部备受瞩目的影片，章子怡、雷佳音担任主演，赵丽颖和杨幂也作为特邀演员参与其中。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员阵容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陈可辛的点赞被认为是在电影杀青之后的一个微妙时刻。杀青通常标志着影片制作的结束，但随后的宣传和市场推广阶段同样重要。尤其对于《酱园弄》这种大制作电影，导演的举动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营销策略。陈可辛的这一点赞行为被质疑是否有意在制造话题，增加影片的曝光度。近年来，电影圈频繁出现为了吸引注意而刻意制造争议的现象，陈可辛的这一行为是否属于这种策略的实施，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陈可辛点赞的这条动态对赵丽颖和杨幂的评价，引发了有关演员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则的讨论。在影视圈中，演员为了获取角色的机会，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一些人认为，演员为了能与导演合作，愿意做配角，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更多的是职业上的一种策略和选择。这条动态显然将这种行为置于了批评的框架中，引发了关于演员职业操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陈可辛的电影《酱园弄》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话题性的项目，从项目立项之初就一直备受瞩目。这部影片不仅因其导演和演员阵容的强大而受到关注，还因为其剧本和制作团队的背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陈可辛作为导演，他的每一步动作和决策都可能对电影的市场表现产生影响。因此，陈可辛的点赞行为也被许多人解读为对电影宣传的一种策略。在电影业内，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导演往往掌握着影片的创作和发展方向，而演员则在影片的呈现和市场接受度中扮演重要角色。陈可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演，他的每一个公开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有意为之。而这种有意为之的行为，无论是对演员的支持还是批评，都可能成为电影营销的一部分。
这起还引发了对演员与导演关系的深层次思考。在中国的娱乐圈，演员为了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与导演建立良好关系，而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也常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在一些人的观点中，演员为了获得角色而做出各种策略性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行为可能被视为缺乏骨气和原则。陈可辛的点赞引发的风波，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影视圈内的权力关系和利益交换。电影项目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优秀的剧本和演员，还涉及到复杂的市场营销和宣传策略。导演、演员、制作公司等各方力量的互动，构成了电影项目的复杂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任何一个细节的变化，都可能对项目的最终表现产生影响。对于酱园弄而言，这无疑为影片的宣传增添了新的话题。虽然陈可辛的点赞行为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也为影片的曝光度和讨论度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在电影行业中，舆论的关注度往往与影片的市场表现密切相关，因此，这种争议性的举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影片的关注度和票房预期。来看，陈可辛的点赞风波反映了中国电影行业中演员与导演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电影宣传策略的多样性。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这种公开的行为都可能成为电影市场中的一种策略手段。对于观众而言，这种争议性的话题提供了更多的讨论素材，而对于电影业内人士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行业现象。陈可辛导演的一次点赞行为引发了关于赵丽颖和杨幂的争议，这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也让人们更加关注《酱园弄》这部尚未上映的影片。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电影行业中演员与导演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电影宣传策略的多样性。我们要认识到，在电影行业中，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且复杂的。演员的演技和导演的指导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变得紧张或富有挑战性。陈可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演，他的言行自然会受到高度关注，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演员的评价，从而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电影宣传策略的多样性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代娱乐圈，宣传和营销已经成为电影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争议和话题性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声音，都能为电影带来更多的曝光度。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存在，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陈可辛这样的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视为一种宣传手段，无论其本意如何。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争议话题实际上提供了更多的讨论素材。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电影制作背后的故事，还能看到演员和导演在面对公众舆论时的反应。这种互动和讨论有助于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电影行业的运作方式，同时也增强了观影的参与感。而对于电影行业内部的人士来说，这种争议现象同样值得深思。电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商业产品。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宣传和营销手段来吸引观众，是每一位电影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陈可辛的点赞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宣传策略的多样性，也提醒我们在进行市场操作时，需要更加谨慎和有策略性。总的来说，陈可辛点赞引发的争议，反映了演员与导演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电影宣传策略的多样性。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这样的公开行为都可能成为市场上的一种策略工具。作为观众，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讨论素材。作为电影行业的从业者，这一现象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电影市场的运作方式。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多关注影片本身的质量和演员的表现，不被表面的争议所迷惑。电影是综合艺术的体现，每一部优秀的作品背后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努力。让我们期待酱园弄的上映，期待它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